好的，各位早上、中午、晚上好，我是虾，欢迎回到我们横贯中国的铁路旅程。我们刚刚离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806系的大阪站，窗外就是大阪机务段。今天的旅程中，我们将继续一路向西，穿越草原，抵达包头，并享用美味的羊肉烧麦。随后沿着包西线南下，欣赏黄土高原的风景，并抵达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文化底蕴与西北美食的豪迈。最终坐上一趟岁数可能比我还大的列车，向着喀什乃至西极一路前进。所以本期视频您将看到西林郭勒。紧急避险，黄土高坡，羊肉天堂。OK， 欢迎大家回到快15568次的硬卧车厢。上一集中，我们在抚远欣赏了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坐上火车，途经中国铁路最东点，抵达哈尔滨，再换乘动车到了通辽，享受了48块钱3盘的鲜甜涮羊肉，又沿着吉东线深入内蒙古大草原腹地，感受到了传说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风光。目前列车正行驶在内蒙古大草原深处，河道两侧有一定程度的沙化，而河中央远处还有成群的羊正在吃草，看着就很好吃。我们正在接近京彭展现群遗址，即将翻越大兴安岭南段的苏克协鲁山。是的，虽然我们已经身处内蒙古赤峰，但眼前的这座山仍然属于大兴安岭的余脉。而说是遗址，则是因为吉通线已经于去年完成了电气化改造，并顺便对京彭展现群进行了截弯取直。毕竟电力机车比之前的内燃乃至蒸汽机车的动力强劲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在这展现实在是过于浪费时间。所谓展现，其实就是通过延长线路长度来降低坡度，使得本来动力不足爬不上去的载具能爬上高处的一种设计。京彭展现群也是这样，让火车一边绕一边爬坡，即便是特别容易打滑的蒸汽机车也能上去。而截弯取直后，列车在这里龟速来回绕的景象就成为了历史。这个区间的限速也从65公里每小时提升到了120公里每小时。同时，新打的超长隧道也使得以前需要翻山过去的地方，现在能直接从山中间捅过去。列车的实际爬升高度比以前低了不少，虽然风景免不了比以前少一些，但这里是广阔的内蒙古，即便是新线，也有属于它自己的美丽壮阔。OK。欢迎来到京彭站，不是，咱站房真就是一盆儿啊！不对，仔细看的话，其实还是个混凝土房子，但这个配色也有点太像彩钢板房了。这里位于克什克腾旗，是大兴安岭山脉、燕山山脉和浑善达克沙地的结合部，地貌特征非常多样，所以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在2005年就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了世界地质公园。10几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那边，公园里有10种不同的地质地貌景观，还是值得再去徒步看看的。至于现在一点了，肚子饿了，咱们去看看餐车里有什么好东西。这菜单叫黑土青，哎呀，可惜了，被子、奶茶、鸡蛋、小菜，这餐车没推出来，还有这玩意儿，哎呦，明儿早上还有奶茶喝。谢谢。哎，谢谢。哇！午饭要了一个回锅肉和鱼香肉丝，都是北方做法，不怎么辣。毕竟内蒙比较干燥，做太辣大伙真的扛不住。鱼香肉丝的里脊经过腌制，一点都不干，青椒和胡萝卜也非常新鲜，而辣更多是在甜的基础上起一个提味的作用，整体非常平衡，非常好吃。我个人的推荐程度不会低于值100的红烧鲈鱼。回锅肉则使用了煮过的猪2刀肉，带点肥但完全不腻，配合豆豉、辣椒和新鲜青椒与皮鸭子，真的做国内的绿皮车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能吃到现炒的热菜。这个是照顾了北方的口感。你发现相比于它更甜，对。尝一个是吧？辣椒，干辣椒，算了，你确定？欢迎来到真正的锡林郭勒大草原。9月份这边刚刚出雨季，草场已经带有一丝秋意，铁路两旁时不时有一些小树，不知道是不是防沙用的。透过树叶看，现在风确实不小。远处是连绵成片的风力发电机，在大风的带动下，源源不断的向电网输送清洁电力。不知道驱动吉通铁路的那些电力机车的电有多少就是他们发出来的。蓝天白云下，牛羊在悠闲的散步吃草。这边还是以黄牛为主，我记得有些潮汕牛肉火锅店就是从内蒙采购整头的牛。不行，又馋了。你们在看火车，再看给你送餐车里。
今儿晚上加餐这个炒点牛肉吃。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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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哎，真的就是深秋的北京的感觉。凉爽干燥的空气配上暖暖的阳光，北京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也不过如此。正香白旗是北京周围最有名的星空摄影地之一，光污染比北京市郊少很多。我朋友就曾经在这里拍到过非常漂亮的星轨，不过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机会拍出这样的照片了。就海的那边近些年多春鱼甩籽儿一样往天上打星链的节奏，真有点不好说。如今的正香白旗政府驻地明安图镇，则是为了纪念清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明安图，他是第一批前往新疆测绘地图的探险家。同时，他主编的《乾隆内府舆图》则是世界上第一批以经纬网测绘全国的官方国家地图。而新疆这个词也是在《乾隆内府舆图》中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级地图中。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明安图的脚步，继续向新疆前进吧。不是这个，咱们讨论站台有助无助的讨论的是雨棚的柱嘛，但是这个柱是接触网杆。晚上只有盒饭吃，不知道为什么餐车反正就是不卖小炒了，凑合吃吧。但也还行了，这一份25，其实价格的话，我觉得盒饭的3个菜里边2个都是中午同款，我们俩倒是完全不介意再来一顿。不过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只有盒饭了，餐车没食材了。这车前天下午头3点从包头开出，昨天傍晚到了大连，1个小时后就又从大连站发车往回走，再到今天晚上，这食材是得全都榨干了。我们刚吃2口盒饭，就听见厨房师傅一声大喊：“大蒜也没了！”都到这个程度的话，只有盒饭就只有盒饭了，这是真没辙了。硬卧车厢那边二手烟虽然没有纵贯时的硬座那么恐怖，但还是一熏熏一路，搞得8816有点扛不住。反正现在餐车不忙，也没有烟味儿，我们就在这边待到吉林南再回去吧。吉林南站到这里，我们就已经离开了吉东铁路，准备转乘京包线继续前往包头。不过，由于吉东线是从吉林南站北边进来，而京包线呢又是从这站北边出去，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换挂换向。之前把我们从大阪一路拉过来的东风4D 3210连燃机车到这里就下班了，接下来由动力更强劲的河野电3C 电力机车挂在之前的车尾，也就是宿营车这一边，继续带我们前往包头。好的，欢迎来到快156次的宿营车厢。是的，由于刚才出了点岔子，我们原本的铺位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够安全，所以我们连着2位目击证人在乘警的护送下，拿着全部行李挪到了宿营车这边。简单讲，就是去餐车吃晚饭前，虽然我们带上了手机、电脑、相机、硬盘之类的贵重物品，但有2个比较大的充电宝，因为太重，我们就留在了铺位上。等到回来，2个板砖一样大的充电宝没了。旁边边凳上的一对夫妇告诉我们，有人把充电宝连着上面的线一块拿走了。于是我们赶紧求助列车员，列车员又喊来了乘警，来回回警告了好几圈，拿走充电宝的大妈才悻悻地把东西还了回来。大妈还口口声声说她是帮我保管，但事发地10米之外就是乘务员室，所以就哈哈。与此同时，大妈已经喝得面红耳赤的老公还起来护着她，嚷嚷着什么他老婆绝对不会骗人，我要是不信就要揍我之类的话。虽然有乘警大哥在，我完全不担心真被打，但一个喝得面红耳赤的大汉就这么张牙舞爪大喊大叫，我确实没有办法认为我们的铺位还足够安全，并且如果他真的出拳了，不管有没有打到我们怕不是都得在下一站下去做笔录，耽误行程才是我最不想遭遇的。所以我们跟乘警大哥说了一下，就和2位目击证人一块儿在乘警的护送下，拿着全部家当去了车头的乘务员宿营车。那边是一节不对外售票并且不开灯的硬卧，平时锁着门，只有车辆工作人员才能拿专门的钥匙开门，非常安全。
事后，乘警大哥也是再三跟我们强调，一定要保管好财物。虽然如今国内的治安已经非常好，充电宝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还是拦不住有些人他就是喜欢顺手牵羊，专拿小物件。真的非常感谢乘警大哥专业且冷静的处理，化解了一场爆发边缘的冲突。年初跟拍另一位乘警的工作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么快我自己也成了他们帮助的对象。和平年代，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英雄。也很感谢告知我们情况的2位目击证人和迅速帮我们叫来乘警的列车员，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件事或许根本没有办法被妥善解决。虽然充电宝并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但我们之后的行程中有一趟时间很长的车，可能全程都没有插座，自己电源带不够的话，保不齐后段的拍摄都要成问题。真的很感谢他们。其实换到宿营车这边对我们来说也有点因祸得福。我之前跑纵贯的时候有过高强度2手烟耐力训练，所以还好。8816的状态就已经很接近上次纵贯长春下车前的我，是真有点要扛不住了。而宿营车现在是第1节车厢，并且车厢两边的门都关得很严，就完全不用担心其他车厢的2手烟灌进来。同时现在拉着我们跑的是电力机车，零污染零排放，也就不用担心尾气从厕所上面那个小蘑菇往里灌。加上长时关闭的车内照明，既能让我们远离2手烟，也让我们在跑了1天之后有一个更舒适的休息环境。晚上9点50分，我们终于抵达了快1565次的终点包头站。那个大妈和她丈夫应该是在呼和浩特那边就下车了，目前站台上很安全。不过在去酒店之前，我们还有个事要先解决，我们要把明天去西安的车的硬卧改成软卧。出了刚才这档子事儿，加上8816已经快被2手烟熏倒了，就破财免灾一下吧。明天的报销凭证已经在抚远站打出来，所以我们还必须得上窗口把原先的那2张交过去才能改签。可惜了，红色的报销凭证是老款，不怎么掉色儿，也比较好保存。改签完我们就得抓紧奔酒店了，明天早上还要去吃羊肉烧麦，时间不早了，那就晚安。不行，想吃，都可以吃。哎呦，舒服了。早，来喝咸奶茶，可惜没有沙葱烧麦，只有大葱，没事，照样吃。西北很多地方的奶茶都是咸的，我个人会更喜欢这种咸奶茶，暖乎乎的。不知道各位在奶茶的甜咸之争中更站哪边？而沙葱烧麦的沙葱其实是一种生长在干旱沙地上的比较小个头的葱，香气很足，并且味道没有一般的大葱那么冲。我4年前在呼和浩特吃过一次羊肉沙葱馅烧麦，那个味道真的是念念不忘。不过我们的包头本地朋友说，他们平时也主要还是吃羊肉大葱馅的烧麦，二者区别其实没那么大，那就别管那么多了，开吃。跑这么远就好这一口吧。我的评价是，我以为你得先上一个，快上一个。羊肉烧麦馅儿比较湿润，没有广式烧麦那么硬，而羊肉本身也非常鲜甜，完全不膻，配合大葱刺激中夹带着一丝丝甜味和和馅儿的花椒水的画龙点睛，就像一出精妙编排的芭蕾舞，但伴奏的却是豪迈的马头琴。烧麦这个东西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本地特色的做法，各位最喜欢的烧麦又是什么馅儿的呢？顺便补充一句，烧麦是按两点的，这个两指的是烧麦皮的重量，内蒙的烧麦皮儿都很薄，我们这一笼就是1两，正常的话2个人吃3两，再喝点奶茶配点小咸菜就差不多了，千万别把那个2当成馅儿的重量，不然你可能会喜提这辈子塞得最满的一顿早恋。这真是吃饱喝足，这个中午少一顿，我就可以少了。对。按照我们最开始那份从包头直接去兰州的计划，我们在包头有1整天的时间可以去北方兵器城摇炮管子开坦克，或者去包钢参观钢轨的生产线，但偏偏抢票了那几天包兰县水害，后面所有途经这段的车全都暂停售票了。等到一切恢复正常，我们在西安的行程早就都排好了。接下来我们将于中午11点20分从包头站出发，搭乘快655次沿包西线一路南下，跨过黄河，穿越黄土高原，在大片的窑洞的陪伴下，路过延安与南泥湾，最终于晚上21点42分抵达西安。这条路全程899公里，正点用时10小时22分钟。快655次其实是一趟由呼和浩特开出，经由包头、西安、信阳、固始、合肥等地前往杭州的长途列车。我们新换的软卧包厢里的另外2位旅客就是在内蒙玩了一大圈返回杭州的一对夫妇，他们时间充裕，坐软卧舒舒服服的晃悠回去，确实是非常合适的选择。发车后，列车会向南拐一个大弯，途经连绵成片的发电厂与电解铝厂。这片地区叫马池，是汉代五原郡的旧城，那里曾经出过一个小有名气的人，叫吕布。通过这里之后，列车就会驶上一座大桥，而大桥的下方就是黄河。
这就是黄河，这就是黄河。从旁边一马平川的农田不难看出，水量大的时候，黄河泛滥出来是真的会很恐怖。母亲河的脾气确实非常暴躁。我们目前处于黄河几字形的那条横中间，这条横上会有10条大支流汇入黄河，被称为黄河10大孔队。而包西铁路途经的海台川就是其中一条。这条支流流经库布齐沙漠，每时每刻都携带着巨量的泥沙灌入黄河。虽然国家每年都出大力治理水土流失，河道两边也种满了草和树等植被，治理已经初见成效，但看着眼前河水的颜色和两岸望不到边的黄土，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黄河治沙的艰巨与漫长。哦，漂亮漂亮。鄂尔多斯和陕北一带是我国重要的煤炭产区，所以铁路两侧现在有不少巨大的煤仓和煤炭专用线。周边地区开采出的煤会被汇总到这些煤仓，随后装上火车前往需要它们的地方。面前这些有一端刷黄了的厂车就是厂880B 型煤炭运输专用车，每一节都可以拉80吨煤。装车时有专门的机器直接从上方往车里边灌，卸车时则是3节为一组拉到翻车机上，随后翻车机会把3节车抱住，整个翻过来，哗啦一下子将车里的煤倒入煤仓，效率非常高。也有些地方会用这种集装箱装煤炭，到站后整箱吊装的卡车上拉走，方便转运。在如何更高效的拉煤这件事上，国铁从来都不缺好点子和改进的动力。欢迎来到鄂尔多斯，这个地名来自蒙语，意思是大汗的汗帐，成吉思汗的陵墓就在这里。对于这座资源城市，我并没有太深的了解，只知道这里的人均 GDP 去年又是全国第一。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停站的时候我们突然收到这么一条短信，有那么点惊悚。特别是刚才列车还真就龟速爬了一段，现在已经晚点了10分钟左右，就更匹配这条短信了，也是挺逗的。列车离开鄂尔多斯，继续向南，没过多久便离开了内蒙古，进入陕西省。现在我们两侧仍然是连绵不绝的煤仓和拉煤的列车，真正精彩的风景应该还在后边，所以欢迎各位回到餐车。当然，经历昨天那档子事之后，我们把除了托运级行李箱之外的所有家当全带过来了，没办法，真有点怕。这电力机车的动力确实比油车猛得多。午饭的菜就是一盆水煮肉片，量很大，2个人吃也完全足够。师傅手艺真好，肉片煮之前有浆过，口感比较细腻，搭配的小油菜和豆芽也非常的新鲜，很脆，完全没有煮过火。除了被冲动晃得有点提心吊胆之外，这个水煮肉片我挑不出毛病。哦，不对，其实还是有的，但这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这菜做的真好吃，尤其是这个里面的小油菜和这肉，哇，真香！但是这辣椒，我不行，我扛不住。行吧，我承认我的吃辣能力就是刻板印象中的广东水平。8816能当口香糖嚼了干辣椒，一下就能把我变成表情包素材，还得练。列车已经进入榆林市，正在接近榆林站，停车时间不短，收拾去站台上放放风吧。不是，这硬座的客流是不是有点太恐怖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9月工作日，不是春运呐！这车里边得挤成什么样？但愿那边二手烟能少一些，不抽烟的人能稍微舒服些。但愿吧。再来看我们这节车，油漆补丁配合国铁特色橄榄绿，真就跟数码迷彩一样。这节车厢今年刚刚进行过 A2 修，有过一定程度的保养，但重新刷漆是更高级别的修理才会干的活，也就只能先打补丁凑合一下了。离开榆林后，开始有少量窑洞在线路两旁一闪而过。欢迎来到陕北，但和预想中光秃秃的黄土高原不一样，这边到处都铺满了植被，有草有树，也有一些农田和大棚。看起来这边的降水量比预想的要大不少。同时，国家也是真的出了大力气治理这一带的水土流失，很多树一看就是人工种植的防护林，保护着这里的耕地、村落与城镇。吸盐的，怎么一推？绥德站、泰中线和包西线在本站交汇，带来巨大的客流。我其实路过这里，5年前坐着北京直达拉萨的直214第一次进藏时，列车就途经了泰中线，但是并没有在这里停车。加上列车通过这里时是后半夜，我们都睡得很香，就完全没有印象，也不知道今天晚上的直211上会不会响起蓝莲花的歌声呢？
列车离开绥德后没多久，就能看到台中县从我们头顶跨过，底下的河是无定河，因含沙量大，经常改道而得名，同时也是黄河的一条支流。通过绥德后，窑洞突然就多了起来，本地的黄土质密坚实，又好挖，保温性能还好，再加上传统上黄土高原缺乏烧砖头用的木头燃料，于是窑洞便在本地流行了起来。这些窑洞大多朝向阳面，白天温暖的阳光透过洞口照入室内，晚上厚实的黄土又将阳光的暖意保存在屋里。我猜大概是这么个原理。这是我第一次到陕北，还没有体验过窑洞，在座有谁住过窑洞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感受，感觉应该会非常舒服，下次有机会试试。拍到了。欢迎来到陕北的核心延安。其实延安站从外边看应该比从里边看好看。站房的设计灵感来自窑洞，灰色的墙壁呢又带来一些上海一大会址的感觉。而延安站内部也是使用了10几年前非常流行的拱形无柱雨棚，空间感特别好。车站后方的山坡上面还有铁井房民居，很适合看火车。这座城市发生过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也正书写着我们所经历的历史。愿延安的故事继续启发每一位寻找方向的人，愿延安精神继续激励每一位努力奋斗的人。那梅干还是好吃呢。我想点个这个，如果你不吃，就我自己单独付。我没问题，我跟你一块吃。如果太辣，你可以再点个面。看看这肉，哎。在国内跑火车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吃上餐车的现炒菜。小炒肉的肉片并没有像回锅肉那样会先煮再切再炒，所以口感更硬，焦香味更足。同时呢，这盘小炒肉并没有放豆豉和辣椒糊，但依然有干辣椒提味。至于其他地方，感觉就和昨天回锅肉没什么区别了。青椒和皮鸭子依然放了很多，也都炒得很干脆，非常下饭。这鸡蛋是真舍得放。哎呦2个往上的。而另一道菜西红柿鸡蛋，说实话，这个鸡蛋的量，我自己做番茄炒蛋都未必会放这么多，太实了。但是番茄炒蛋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做法，我会把番茄炒得很烂，但餐车师傅是保留大块的番茄形状，口感会比较生。没事，只要番茄品质够好，怎么做都好吃。说到黄喉直接全部朴素有过人。对。洛川北站，这站小到我们进来时甚至要逆行1小段上行线路才能靠上这唯一一个能上下客的站台。列车停站时间很长，很多旅客都会下来放风，尤其是硬座那边，抽烟的和不抽烟的都快憋坏了。山间傍晚清凉的风拂过站台，虽然远在陕北，但这种感觉特别像秋天的燕山山脉，尤其像在承德一带的山里。太阳已经落下，天空中露出一些紫色，隐隐约约好像能看到几颗星星。站台的路灯已经亮起，周围只有草丛中蟋蟀的声音。我突然感觉非常放松，或者更确切的说，应该是放空，是一股久违的暂时放下一切，望着悠远的天空，享受山间凉爽的清风的愉悦感。日子一年比一年忙，像这样能完全放空的时间也越发弥足珍贵。但人总是要往前走的，就像我们的列车一样。虽然有洛川北这样舒适的休息站，但休息也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天空已经完全暗下来，我们正在接近新丰镇站。这一带是西安铁路局最大的枢纽，有管火车头的机务段，管车厢的车辆段，还有巨大的货车变速场。我们跑了10几分钟才通过这里，真的是现代工业的震撼。好大。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来西安的游客喜欢西安人的歌。
离开福院3天后，欢迎来到西安站。我们的快655次将在这里更换车头，随后继续南下。但我们在这辆车上的旅程到这儿就结束了。收到列车长和乘务员对我们旅程的祝福，并和他们告别后，迎接我们的是全新的西安站到达层。之前的老西安站站房不大，很早就人满为患，但现在全新建设的新站房已经完全跟上了时代。天花板的纹路则参考了传统的木质花格，体现出西安作为古都的文化特色。但其实西安站最有特色的地方还是集中在出发区，咱们后天再来。跑了一整天，现在还是先去酒店休息吧。那就晚安。肉夹馍，充满小麦香气的白吉馍，配上塞得满满当当的软烂炖肉，一口下去全都是幸福感。再配上个凉皮儿，清爽又解腻。是的，虽然看着红油很多，但陕西这边的油泼辣子其实完全不辣，取而代之的是芝麻、秦椒和香料的香气，不愧为陕西的灵魂调料。吃完整个人都心情愉悦。早饭的肉夹馍店旁边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里边的展览布置做得很不错，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文物，来一次还是不虚此行的。就是这个客流实在是太恐怖了，馆里几乎任何地方都挤得像春运的北京西站，所以如果想舒舒服服的看展览，我会更推荐碑林。这里最早建立于1087年，收藏有4000余方碑石。目前碑林分为老馆区和北区2个展区，以前的老馆区都是平房，收藏有时代孝经和开城诗经等等文物。时代孝经就是亭子里边这块碑，为唐玄宗李隆基亲笔作序书写和注解的儒家经典《孝经》。唐玄宗通过这种方式宣扬自己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而开城诗经刻成于唐文宗开城2年，共有114方石碑，刻有《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12本儒家经典，用作当年读书与校对的官方定本。而在碑林老馆，你甚至可以隔着玻璃亲自找到碑文中你曾经背过的那几句《论语》。北区则是今年5月份刚刚建成开放的新馆，共有3层，整体面积比老馆扩大了约3倍，展出有颜真卿的多宝塔碑、严家庙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等2000余件文物。练书法的朋友应该会觉得很亲切。北区展览的规模非常大，我们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都感觉没有一整天根本就不可能看完。特别是北区这边的展览布置还结合了现代技术，很多碑旁边都有大屏可以互动，而地下的综合展区也是经过精心设计。下次必须把我妈带上，她平时会写书法，来碑林一定会很开心。第一次吃泡馍，不知道，我掰了4块，被厨房退回来了。说你这么掰，我不能给你做，所以就开始这么慢慢磨。哇，这么硬，这很软的，就是这么大可以吧？太大了，你看我多大？你看我多大？差不多这个指肚，比指肚在小指肚的1半。啊，好。当然可以根据你的口感来调整，分一半。你也不能包，因为我真没怎么吃过这东西啊。那是正常，我第一次吃也不会吃。其实我也没怎么吃过手掰的。这玩意儿是得有经验的人带着来。你自己来你会怎么掰？你会随便掰掰？我不会掰4瓣，但我可能会掰10瓣。这样厨房师傅会皱着眉头给你送出来，然后再嘲讽一下，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是8816掰的，这是我掰的，严重不熟练，第一次搞这个。刚才那2碗4个馍，我们得掰了差不多半个钟头，也算是体验西安生活了。很反直觉的一点是，泡馍其实是炒出来的。顾客掰完送回厨房给大师傅加料炒好再端回来，所以汤并没有很多。真正的泡出来的其实是水盆羊肉，明天早上我们会吃。这边的羊肉味道特别干净，没有任何杂味，同时又保留了羊肉自己的鲜甜，而馍在经过加汤炒之后变软了一些，却又不烂，我还挺喜欢这个口感的。小炒是酸辣口味，但仍然掩盖不了肉的香气。这碗的馍是我掰的，比8816掰的略大，味道和口感都正合适。看来这个尺寸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以及还有一点得注意，泡馍吃下去后，肚子里是远超想象的顶。这东西在古代能当军粮是有道理的。下午来这么一碗，能顶到第2天早上。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早上、中午吃都没问题，但千万别晚上吃，否则当晚您的睡眠质量大概不会太好。同时吃完记得出去溜达溜达，消消食。西安城墙一圈有13公里多，听说城墙上还能骑自行车，那么咱们走。干那一块的外国人密德让我以为我回美国了。啊，至于吗？是。
鉴于城墙地面的线路质量对自行车并不算很友好，加上安全起见，自行车不能骑太快，城墙上所有的自行车都是山地车，有些还是软尾，并且所有自行车轮胎都严重亏气，还调不了座位。但不用担心，城墙很大，租车点不止这一个 ，box 一下换个车就好。自行车租车不限时，那就可以慢慢享受城墙上的风景了。没赶上大雁塔开大灯有点遗憾，不过可以去后边的大唐不夜城逛逛。这边虽然是完全人工造出了一个景点，但弄得还真不错，适合喝个奶茶、散散步什么的。看看旅行团的老外们，男的 cos 成秦始皇，女的 cos 成武则天，一个个玩的比谁都开心。这么一天下来，到处跑，加上城墙上自行车的震动，我们俩的步数都直奔34000，那2万魔怎么着也都该下去了，差不多也可以回酒店了。时间不早了，那就晚安。好，谢谢，好，谢谢。水盆羊肉就是这种一大碗羊肉汤上来，你自己把馍掰了进去泡的，字面意义上的泡馍的。羊肉煮得非常软烂，味道依旧很干净，是在西北地区以外没有尝到过的味道。而汤则非常鲜美，量还大，就很适合西安这样气候干燥的地方。其实水盆羊肉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就是把馍掰开，把肉塞进去，再加点油泼辣子，手动做成羊肉夹馍。烧饼夹肉。我还是把馍泡到汤里吧。不是烧饼夹肉不好吃，只是我更喜欢汤汤水水的吃法。从抚远到喀什这一路就是越来越干燥的旅程。过2天到了南疆，中午和下午保不齐还得防着点脱水。今天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自驾去看西安地偶，或者说兵马俑。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坐地铁去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西安地铁的一大特色了。在旅游区，地铁永远都不会直达你想去的那个地方，都是到旁边的一个还有点距离的位置。比如离兵马俑最近的地铁站麒麟7站到兵马俑门口就还有5公里多。原因也不难解释，你真的敢把地铁修到兵马俑旁边吗？你真就不怕盾构机推着推出来一堆陶片和青铜器吗？即便是这么躲着修，也都多少个工地变成考古现场了。西安地下的情况还是太复杂了。而当你终于到达了兵马俑，来到了展馆前，虽然已经无数次在课本、电视和网上等等各种地方看到过这类的图像，对即将出现的画面心知肚明，但真正进入1号坑展馆，亲眼见到的那一刹那，那种震撼是任何图像都无法表现的。这个高个日的用，好更得到最前排。即便1号坑已经如此震撼，但据估算，算上旁边的2号坑和3号坑，被开挖的部分也只占到了整个秦陵的1%。讲夸张一点，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这附近还有99个这个规模的坑是什么感觉？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如果没有兵马俑来提高被发现的概率，可能真的就会有工地直接捅穿秦始皇陵。而即便是抢救性挖掘，秦陵也会遭到不可逆的破坏。所以这些陶俑也都算是以另外一种方式真的守护了秦始皇。他们每一个人的形态和动作都惟妙惟肖，每匹马都膘肥体壮，在展厅内近距离观察就能感受到当年工匠们的巧夺天工。比如这哥们儿，你能想象我3更半夜过素材的时候，屏幕上突然出现这么一张大脸有多绷不住吗？这个俑是一名力车手，使用弓弩进行作战，陶土比较容易碎，留给工匠的操作精度并没有那么高，但当年的匠人们仍然在这样的材质上将士兵的神态表现得活灵活现，他们穿透了时光，至今仍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亲眼见证、亲自感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如今月光依旧照耀在三秦大地上，而古人创造的光华也从未消散。他们沉默地矗立于此，连缀起古今，让我们见证了一个伟大文明的生生不息。除了兵马俑，西安南边还有一个坑也小有名气，欢迎来到半坡遗址。
这是一个仰韶文化第一阶段的村落遗址，表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黄土高原先民的日常生活。熟悉的鱼纹彩陶盆也是这里出土。当然，课本上那个人面鱼纹彩陶盆现在在国博，但这里的盆更多，也就能看到先民们更丰富的设计与想象力。遗址本身各种房屋遗迹也显现出各式各样的房屋样式和结构，有些甚至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建筑艺术，能看出先民们的追求已经从简单的活下去，进一步变成了活得好。仰韶文化在当年的发达可见一斑。而既然已经看到祖先过上了好日子，离开西安之前，我们也来一顿比较漂亮的凉皮吧。至少一个凉皮店能装修成咖啡厅的样子，我是真想不到。听说这家在杭州要排2小时，不知道了。不过不是，为什么一个凉皮上会有这么多剁椒啊？这玩意儿不是应该跟鱼头在一块吗？8816说，这次我的吃辣能力已经比他预想的强了特别多，但是刚学会10以内加减法就还算傅立叶变换，是不是有点太超纲了？还好他们有汉堡，并且这么一个只要13块钱，味道和口感都在线。如果不是这一堆剁椒，我还真不会在凉皮店要这么一个汉堡，也会直接错过这个惊喜。因祸得福的属于是。在2天的休整后，欢迎回到西安站。那么横贯第2期的旅程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今晚我们就将登上横贯全程里程最长的一趟车，从西安站出发，穿越渭河河谷，爬上海拔3600米的青藏高原，再穿过茫茫戈壁与一望无际的沙漠，最终抵达喀什与中国最西火车站阿克陶站。而从那里，我们还要继续向西，登上帕米尔高原，抵达中国西极，送给祖国大地上最后一缕阳光。敬请期待将于12月更新的横贯最终章西极烛光。感谢一路上所有工作人员的服务与协助，也感谢各位能看到这里。这期视频真的不短，大家都辛苦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投币、收藏、关注一波，你的支持会帮助我们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旅途辛苦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